姜还是老的辣，没在怕，心里却没长大。热血沸腾，充满无限的力量。尝遍酸甜苦辣，彼此守护在身旁，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嘿 ，Forever 的心跳在心中永远的骄傲，因为有你照亮黑夜的方向。尝过酸甜苦辣，彼此守护在身旁，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Forever 的心跳在心中永远的骄傲，因为有你照亮黑夜的方向。还有膝盖可卡得上，走路要用晃晃，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昨天还是10岁的时光，怎么醒来后自己变了样？还有膝盖可卡得上，走路要用晃晃，尝过酸甜苦辣，彼此守护在身旁，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原来是老的辣，没在怕，心里却没长大。因为有你照亮黑夜的方向，尝过酸甜苦辣，彼此守护在身旁。尝过酸甜苦辣，彼此守护在身旁。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都几岁的人了，自己都不会吹哦，一天到晚只会撒娇。我还小嘛，当然要 daddy 妈咪照顾我。哎，daddy 来帮忙吹，daddy 来帮忙吹呀！啊！我早就跟你暗示过了，可是你根本没听进去。我的卡债早就刷爆了，所以才会去借钱。刚才我去 Mini Mart 买了一些菜，没想到小小一间店卖的东西也挺多的。你不是一直都觉得 supermarket 的东西比较齐全，比较好买吗？其实你也不用特别改变你的习惯了。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是有点紧，不过你也不用特别想。其实也差不多一样啊，只是可能没有我习惯那些品牌还有材料，不过煮出来味道也差不多啊，对吗？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我在看一些东西，你不用管我，先睡。妈咪啊，那天我心情不好，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对不起啊，你不要生气了。我没有生气，我在忙一些事情，你先睡。我出去看，不吵你了。志哥好，你好，你好。Hello， 嗨，高兴到你哦。sorry。我连死都不怕，我会怕你。老婆，停手，老婆！不要乱动我，你就哎，妈咪。 ，Daddy，干嘛跟踪我？我看你从昨晚到今天早上都有点不对劲哎，跟平时的你很不像，我担心你会出事啊。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个男人是谁？我想找工作，那个男的说他是 agent， 手头上有几份适合我的工作，其中一份是 KTV， 我就来应征，没想到碰到色狼。啊？
那你 OK 吗？你没事吧？你没看到那个男的被我打得多惨？他的手一搭在我的肩膀，我就知道有问题，我就一巴塞过去。打得好。我只是想找份工作，却碰到这种事，真的是倒霉。阿米娅，你怎么会突然想要找工作啊？你为了我欠了那么多钱，我想找份工作帮你还债。我想好好保护这个家，这样乐乐在另外一个世界才不会难过。那也要等到你精神好一点才去找工作啊！啊，不用急。以前乐乐常说 tomorrow tomorrow， 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有 tomorrow 的。既然决定了，就要立刻去做。彤彤，婉欣姐姐，你面试怎么样？ ，OK，有没有露出破绽？还好。虽然有1、2次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有点孩子气，不过那些面试我的哥哥跟姐姐反而觉得我的孩子气是好事。可能他们觉得你的孩子气可以让老人家比较愿意跟你说心事，可以放松一点，可能比较容易打成一片。他们也是这么说的，说我天真，内心像小孩，能够让老人家开心起来，还说我的活力也能够让老人家更愿意动起来。他们说的没错，毕竟你的外表60多，可是你的灵魂才12，童真一定有，只是活力就……文心姐姐，心态上的活力也算是一种活力。好啊，那我教你一些跟老人沟通的技巧。耐心很重要，因为老人家讲话会一直重复，有时候一件事还会说5次呢。对，你真的很厉害。不过这些技巧我早就在我外公和阿嬷身上领教过了。你来当义工就是为了接近你的外公和阿嬷，你对他们那么了解，应该会没问题的。我会努力的，到时候如果碰到问题，我再找你，你解释给我怎么解决问题。你当义工那么久，肯定会帮我的啊！当然啦，没问题。你那么聪明，应该没有什么会难倒你的。不过，其实我蛮好奇的，之前听你说你不太喜欢你的外公和阿嬷，那为什么现在你要接近他们呢？之前我真的很生他们的气，我气他们害我爸爸妈妈离婚。可是我现在看到他们很伤心，我也觉得很难过，感觉好像是我害了他们。所以我希望能够看到他们开心起来。不对，我一定要让他们开心起来。哇，你很棒，懂得那么想，我给你一个赞，安迪呀。小飞，你那么急的叫我们出来，发生什么事啦？我爸爸刚才肚子很痛，他一直吐，我不懂该怎么办，就叫你们救命咯。你看医生了吗？看了，医生给我那个止痛还有止吐的药，所以现在好多了。那你现在舒服一点，可以回家了吗？怎么了？还没有付医药费多少钱？ ，100块。拿去吧。哎，不好意思啦，不要啦。 Stop nagging， 拿去。谢谢啊。小飞，你爸爸为什么会不舒服啊？医生说他可能吃过期的食物。啊？吃了过期的食物？我为了要省钱，我就买了一些快要过期的食物，然后拿来吃，结果就这样了。过期的食物要丢掉，怎么能吃？谁叫我们穷啊？哎呀，我们就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有钱人。Hello， 有钱的是他，不是我们。安哥安弟，你们真的很有钱吗？你为什么这样问？如果是，那老爸跟你们借的钱可以以后才还吗？昨天我听到他的朋友跟他讨钱，可是老爸没有钱。小飞啊，这种东西不要说出来。你跟人家借钱了？哎呀，也没有办法啦，其实也蛮平常的。小飞，你放心，阿姨不会跟你爸爸讨钱的。谢谢你，安迪丹。那，这个拿去吧，不用省了。买新鲜的食物。不要了，不用了，谢谢。你现在的情况不能够吃过期的食物。你生病的话，谁来照顾小飞？还有啊，谁来照顾你？我知道，
小飞年纪还小，然后他又看不到，他是不可能照顾我的。可是谁怪我们穷啊？那，给你，这是给小飞的零用钱。谢谢安迪丹。真的啊，每次麻烦你们，真的不好意思。我以后赚到钱的话，我会双倍还给你们的。都说不用还了，这些钱对我来说是小儿科，不要再多说了。妈咪， Hello， 我们又见面啦。怎么又是你啊？最近好像常常碰到你哦。是很巧哦。有句话说有缘牵你来相会，看来你跟他很有缘分。你好，我叫安迪央，他叫安哥 Tomorrow。 Uncle Tomorrow？ 是啊。10多年没有出去工作了，这个世界好像变了一个样子。现在工作好像真的很不容易。哎呀，你这样聪明没有问题的啦。谁说我聪明啊？不过谢谢你的鼓励。你们呢？你们都不担心吗？我们要找比较简单轻松的工作，薪水也不用太高。哎，最好一直吃零食、喝汽水，然后打 game 啊，这样就轻轻松松拿钱。你等久就有啊。我是说，你应该学我们2个一样，去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不要那么辛苦嘛。我不怕辛苦，我想找一份很忙的工作，最好是从早忙到晚。我先去报名，我陪你。哎，等一下，你们肚子饿了吗？要不要一起吃东西？我肚子饿了耶。我们不饿。现在已经10点多，过了早餐时间，你们不饿吗？干嘛你一直问我饿不饿啊？他就是这个样子，每次一肚子饿，就会先问其他的人肚子饿不饿。你让我想到我的儿子。那你会很想你的儿子吗？我做你的儿子好吗Uncle Tomorrow， 你都可以做我爸爸了，还做我儿子。妈咪，饭煮好了，可以吃了。诶，你不一起吃吗？我在练习明天的 interview， 你们先吃吧。妈咪啊，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不用那么省哎。我们知道你想要减轻德一的负担，可是这一点点钱应该省不了多少。等我找到工作，我们就不用那么省了。如果你们吃不惯，以后我随便吃，你们吃好一点。那就不用。其实1天3餐我还负担得起。这个我知道，可是我担心，如果我不那么省，我怕我没有动力找工作。明天的 interview，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Mr. Xia，你上一份工作是在13年前啊？是的，那时候我在一家公司当私人助理，在之前呢，我是当空姐的。那为什么不做了？因为那时候我怀了小儿子，而之前我流过产，所以就比较小心。之后我就全心全意在家当全职妈妈。脱离职场10多年，你觉得你自己还有竞争力吗？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对科技比较熟悉，可是我的生活经验跟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胜过那些年轻人几百倍。可是现在这个时代，科技还是很重要的。有些基本的工作软件，你还熟悉吗？那些简单的我还可以，比较新的软件我就没有用过。不过你放心，我很好学的，而且我学东西非常快。只要是老板安排的工作，我一定会努力把它完成。就好像我之前的老板就非常欣赏我的工作态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一紧张的时候就会说很多话。
其实你们这里还有没有其他适合我的工作？我不一定要当私人助理的，我相信其他工作我也能胜任。现在的 PA 不是单纯做 PA 的工作，还是要做 admin coordination， 协助 HR 的一些运作。换句话说，要懂得 multitasking。你对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就是先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把它做好。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的。老板娘，哎，大家好。哎，Hello， ，Hello，我们买了很多东西给你和小飞耶。你是说那些啊？啊，这样多啊？还有牛奶、饼干、麦片、鸡肉、猪肉、牛肉，够你和小飞吃2个礼拜了。谢谢你们呢，对小飞那么好，这么多的食物，我们真的可以吃上一阵子啊。那我做工赚到的钱呢，我就可以把它给储蓄下来。那下一次小飞动眼角膜手术的时候呢，我就有钱还那个医药费。他眼睛好了之后，我就可以找一份正当的工作。那我们的以后的日子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对不起啊，是我们害了你和小飞。不要这样说，其实都不是你们的错。老天爷对我们还算是不错啦。跟你们说，小飞呢，再过不久呢，就有机会接受眼角膜手术。小飞找到适合的眼角膜了。是，只是动手术的时间呢还不确定。哇，太好了！那小飞之后他一定会很开心的。谢谢你们啊，那么关心小飞。那这一次呢，我肯定呢不会让他错过这个良好的机会的。这次一定不会的。啊，这个饼干呢是我跟小飞做的，送给你们吃。啊，小飞也会做饼干啊？我是给他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其他都是我做。你们拿去吃吧。不用了，你留着和小飞一起吃吧。哎呀，既然拿来了，我们就收下吧。说的没错，吃，都是小飞跟我的一番心意嘛。记得了哈，回家之后呢，你们一定要拿来吃啊。OK。那我就先走了。我拿这些东西啊。拜拜。谢谢你们的东西啊，谢谢哈。Thank you， 你们破费了啊。好啊 ，Alex 狗狗，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待会儿见啊。这个饼干真的很好吃的，不像是做的。啊，如果小飞的眼睛看见了。这样算不算我们帮到聪跟小飞？算不算我们完成任务啊？要喽，成为他人的光，小飞眼睛好了就可以看见光了。哇！可是不管他是不是任务，我们都应该帮忙他们的。我妈咪 interview 失败了。我妈咪真可怜，她以为我死了。我daddy又欠钱，现在她又 interview 失败。他肯定很难过的，你们想办法帮他啦，想办法。对了 ，Chris， 叫你的dad帮忙，他一定有很多朋友开公司的，叫你的dad介绍工作给他的妈咪。对。你看我现在这样子，怎么帮啊？对哦，我一时忘记了。怎么办 ？Hello。就是你啦。谢谢。你们知道什么是 AAC 吗？不用看他，他什么都不会。那你懂没？什么乐龄活跃中心，对吗？对，没错。这个中心啊，是让老人家聚会、参加活动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认识很多朋友，还有活动。他们会教我们怎么样用手机的 app， 还要教我们怎么样社交媒体、学做糕点等等的，很好玩的。才不要，这么老来学什么东西？不是有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的吗？总好过你们2个整天待在家里，你看我，我看你，很闷的，而且看久了还会吵架。其实老人家也可以活得很精彩的。给你们看，你们看这3位安哥啊，年纪比你们还大，还整天到处拍视频，吃喝玩乐。你们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开心？我知道他们是明星嘛，你们也可以当明星啊！
你们那么喜欢斗嘴，也可以拍一个视频，一定有很多人看，一定也会很好笑的。青霞，带弟去老人中心学拍视频，好不好？才不要！我觉得闷可以自己找事情做。哦，我没空，我每天要帮我的外孙女念经。我听说中心有个修行的老人家，你可以找他聊聊天，说不定能帮到你的外孙女。真的啊？嗯。好，那我去跟他见个面。嗯，你也一起去。不念经，你就去一下下嘛。你别管他，我跟你去就好了。嗯。那个修行老人在哪里？他应该今天有事，所以迟来了。哎，我们等一等。嗯。你确定他会来吗？他应该会来。你已经讲了2次，应该是不会来。拜拜。哎，等一下，反正你都来了，你就到处看看，可能你会找到你喜欢上的课程呢。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心情想这些。哎，如果你现在走的话，你都还没有学到那个修行的心得，让青霞知道了，她肯定会取笑你，白跑一趟。对，他一定会笑我。这个时候不适合回去。怎么样都要做样子哦。来，我介绍你新的朋友，学新的事物，到时候你回去还可以跟青霞炫耀呢。Hello，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带弟，Hello， 你好，带弟，你好。哎 ，Hello， 他们每天都来这里玩的。哎，有新朋友。这是新的手机 App 的课程，你有没有兴趣？我可以帮你报名。哎，那你坐，我去拿表格给你。好了，以后你拍照片直接发到这个网上，你的网友就可以看到了。我也加了你，我现在是你的网友啦。我们现在自拍，然后把照片发到这里。不要，我心情不好，拍照一定很难看。要是放上去啊，会吓到人，而且我又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可以分享。又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分享开心的事，你也可以分享一些不开心的心情啊。开心自己知道就好，何必影响别人？要是让我的女儿知道，她反而还会担心我。你不跟你女儿说，她不会知道你有这个户口的。之前啊，我只要遇到一些不开心或想不通的事情，我都会在网上乱写，反正写出来没有人看也没有关系，我整个人就舒服很多了。真的，我没有骗你的，我把网络当成是垃圾桶，把那些不能够跟人家讲的话全部丢进去啊，丢了进去啊，我整个人就轻松很多了。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听到，只是不是很懂而已。总之啊，你只要遇到一些不开心或想不通的事情，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发泄出来。人不是橡皮筋，不可以拉得太紧，太紧的话会断掉的。到时候你会很辛苦，爱你的人也会很辛苦。听懂了吗？你点头就是听懂，听懂就要做，知道吗？哦。视线也模糊了，想说的你都懂得，我们该说再见了，我就送到这。我亲爱的宝贝彤彤，你
在天上还好吗？你走得太突然了，外公还没来得及跟你道歉和说再见，你就走了。希望你不要生外公的气。你在上面要过得开心一点，要记得常常笑，因为你笑的样子很可爱。外公真的很想念你。我已经到啦，你们在哪里？外公，你放心，我答应你，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我没事。我也很想念你。彤彤，你在看什么？Let's go go，没事，这是我外公写的，你看。我刚刚带他去乐龄活动中心看看，我教他怎么样发泄他的心情在网上。我以为他没有听进去，没想到他那么快就在网上发帖了。看来你带你外公去乐龄活动中心是对的，你做得很好，继续努力。谢谢 Alex 哥哥。哥，叫你帮赌魔妈咪找工作的事，有消息了吗？我刚刚才收到你 Dad 的 message， Tomorrow 妈咪求职的几间公司，有一间公司是你 Dad 的朋友，可以推荐你妈咪去做 interview。谢谢 Alex 哥哥，我要去恭喜我妈咪。不要那么急，他只是接到 interview 的机会，还是要看他表现的。啊，那我要帮我妈咪 pray。啊，你要 tomorrow 才 pray， 现在太早了啦。以后啊，什么事情我都要today做，不要 tomorrow 再做了。Really？ 你做不到，一定笑你的。放心，为了我妈咪，我一定做得到。加油 ，Tomorrow， 我相信你。我听满星说，最近你的妈咪一直去撒狗会那里，可能她还是希望你能保佑她吧。宝贝，你知道吗？妈咪去了很多 interview， 可是都没有成功。明天我还要多一个 interview， 我一定要拿到这份工作。我要帮你daddy撑起这个家。宝贝，你一定会支持妈咪的，对不对？给妈咪力量，好不好？当然支持了。你又来看你朋友了？是了。你又来看你儿子？明天我有 interview， 有点紧张，所以就过来跟他聊聊天，说说话。面试真的这么恐怖吗？你都不知道，现在的面试官 interview 的时候都板着一个脸，好像我欠他们很多钱一样。而且我紧张的时候就会乱说话。哦，我懂了，这个跟我以前偶尔考试一样，看到老师的眼神，脑袋突然空白。后来我找到一个办法，眼神假看着老师，其实心里面想着别的事，想着快乐的画面，你就不觉得可怕了。你可以试试看。我看到儿子跳舞，我就会很开心。原来你喜欢看我跳舞。哦，我是说，原来你喜欢看跳舞。好，那我就跳给你看。昂哥，不用跳，我说说而已，没事的。
呦，安哥，哎呦，没事吧？哈，哎呦，没事没事。伤到哪里了？没事 ，sorry， 我跳得不好。没有啊，你跳得很好。哎呦，要不去看医生啊？可以，没事，可以。我送你回去。没事的啊。哎呦。Hello， 你是马丁吗？你是？我是安哥 Tomorrow。你刚才是不是 interview Mr. Siap？Mr. Siap 哦，很可怜的，你可以请他做工吗？不好意思，不方便透露。他的儿子哦，他以为他儿子死了，其实没有，但是他一直以为真的，所以很伤心。他就想一定要去找一份工作做，他很久没有做工了，对他来说，要重新开始是很辛苦的，可是他也愿意去找工，你不要再走了啦。他为了回来工作，还去读书，他真的很努力，只要你给他机会。他一定会做得很好的 ，please， 你请他好不好？先站起来说 ，please， 先站起来。谢谢你了。OK， 拜拜。妈咪，不成功就算了，反正我觉得那份工作也不是很适合你，就算被录取了，也会做得不开心。我们慢慢找吧，我陪你一起。你在说什么？我被录取了。哈，你被录取了，恭喜你！妈咪，这不是好消息吗？你为什么那么不开心？我还以为你又失败了。宝贝，你是不是知道妈咪难过，就安排 Uncle Tomorrow 来见我？他教我紧张的时候要放松。深呼吸，想开心的事情，所以妈咪去 interview 的时候，就照她的话做，结果被录取了。这个 Uncle Tomorrow 啊，他还跳舞给我看。你知道吗？他跳舞笑的时候，傻傻的，还真的有点像你，宝贝。谢谢你保佑妈咪，妈咪真的很想你 ，every single day。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雨，早知道我就带把雨伞出门。对了，最近你的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我在网上看到你发几个贴文啦。把话说出来，心里面舒服多了。压在心里面的那块石头也减轻不少。还有几个网友都很鼓励我、关心我。不懂是不是因为我不认识他们，所以我很多话都跟他们说。很好啊。请你帮我约那个修行老人，我有些话想问他。哦，他好像回印度修行了，要等好几个月才回来。我虽然不是很懂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一直放不下，那个死去的人要是知道了，他也会不开心的。真的，换成是我死了，我看到我的家人那么伤心，那么难过，我会觉得是我害了他们，所以无论我去到哪里，我一定都会很不开心的。你想想，换成是你死了，你看到你的家人每天都很伤心，你会怎么样？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家人都能够每天开开心心、好好的活着，而不是每天
都为你哭泣，为你难过。回来啦，还以为今天我的耳根可以多静静一点时间。我外公他又发新的贴文了，他说他会把我的牌位拿下来，然后他会开始学习，好好的活着，不用我担心。你看到你外公很 happy， 你也跟着很 happy， 对吗？嗯，我知道你的 feeling。哎，如果现在我看到我妈咪很 happy， 我一定 happy 到跳起来的。Childish， 为什么你们的 happy 要靠别人给？你看到你的 dad and mom， 你不开心吗？反正都没有见到他们，所以开不开心也没有什么用。那如果 Mary 现在回来，你会开心吗？才不会呢，他只不过是个 housekeeper， 没有人管我，没有人 net 我，这才叫 happy。真的吗？你现在真的很开心吗 ？Of course。Stop capping， 我们才不相信呢。要成为他人的光，只需要一点小火花，就可以用一点点的温暖换天空的晴朗。会心 my brain， 为什么每一次都这样 drama？ 人生本来就是 drama， 有喜有悲，有起有落。Miss Golden， 你找我们过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我是要恭喜你们完成了成为他人的光这个任务。想不到你们这么快就完成了任务 ，Not bad, not bad。哎呀，我们不是3岁小孩了，我们12岁了，你不要骗我们 ，OK？ 既然你们不相信，那就继续去完成任务。反正辛苦的又不是我。那我们是怎么完成任务的？我只是跟我妈咪见过几次面，说过几句话而已。会不会是你帮他找到工作？对，你们利用人际关系让他得到了应征的机会，而你又死缠烂打，让经理录用他。虽然这个方法有点不大正确，但是还是成功的帮到了他。那你呢？你是怎样完成的？Miss Golden， 是不是我教我外公怎么上网写出他的心情，让他变得开心一点？不愧是彤彤，脑筋动得快，这么快就联想起来了。耶！做到了。我们不是才刚完成任务，为什么要扣我们一个 HP 吧？对啊，你不给我们奖励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你太过分了，是也扣，不是也扣，那我们不是很快就完蛋了？
你们的人呐、就是这样，遇到了不顺心的事，都不先查清楚真相，就急着下定论。你们认为是我扣掉了你们的 HP 吧？除了是自以为是，这样做也比较简单，比较省事，直接把事情推给我，就一了百了。Miss Golden， 如果不是你，那会是谁？起码你给我们一点暗示。果然，人性最大的劣根性就是懒，懒得思考，懒得努力，懒得追根究底。算了，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来，这是你们完成任务的奖励啊！这算什么奖励啊 ？You're the big L。Come on， 总好过没有，不是吗？身体痛痛。啊啊！我们终于被回来了！Clap clap win win 耶！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你叫我打的，你不可以怪我。真的很痛，一定不是在绝命。耶！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还怎么办？当然是回家啦。哎，可是我们不是已经死了吗？这些都是 Miss Golden 控制的，她有办法让我们死掉，也能让我们活回来。她当然有办法让我们的家人觉得我们发生过意外。等一下，你在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家人的 memory 都会被 wipe out，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死掉的事。听起来好像有道理。我们快点回家 ，Chris， 拜拜。宝贝，希望你在天上能快快乐乐，没有烦恼，天天嘻嘻哈哈的。妈咪答应你，我在这里也会好好的过。姜还是老的辣，没在怕，心里却没长大，热血沸腾，充满无限的力量。尝过酸甜苦辣，彼此守护
在身旁，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嘿 ，Forever 的心跳在心中永远的骄傲，因为有你照亮黑夜的方向。成为三体苦辣，彼此守护在身旁，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昨天还是2岁的时光，怎么醒来后自己变了样？还有膝盖咔咔的响，走路要用晃晃，照照镜子里到底是谁啊？姜还是老的辣，没在怕，心里却没长大，热血沸腾，充满无限的力量。尝过酸甜苦辣，彼此守护在身旁，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